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欢迎回到小家庭种菜栏目。今天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在家用空油桶成功种植茄子。茄子与西红柿、土豆、辣椒等蔬菜一样，同属于茄科蔬菜，因此种植时切忌与它们连茬种植。茄子喜阳且喜温，对光照时长和温度均有较高要求。俗话说，霜打的茄子蔫了，但事实上远不必等到霜冻之时，茄子便已经开始蔫了。当温度低于20摄氏度时，茄子的果实就会出现发育不良的情况。因此，结合茄子的生长周期所需的时长，在我国北方一般4到5月开始种植为最佳，南方地区3至4月便可种植。进入8月后，我们这里以及两广中南部、海南和港澳台等地区，若从种子开始播种，也仍可收获一些果实。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附近的菜市场有菜农以10株5块钱人民币的价格出售茄子苗，10株的价格相当于网上卖的苗1颗的价格。我果断买了10颗。早春时节，气温较低，茄子育苗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育了2颗茄子苗，从催芽长到可以移栽的时间用了足足1个多月。所以如果家里附近有卖茄子苗的菜友，建议还是买苗比较划算。我这次种植茄子用的是这种从附近餐馆拿回来的大号空油桶，这种油桶体积达到20升，减去头部大概只剩17升，相当于4.5加仑左右的容量。种植前照例为空油桶底部打排水孔，我这次用的是剪刀，在空油桶底部4周剪出一些小洞。移栽前往空油桶里加入土壤，我用的是之前种植荷兰豆的旧土，混合非常少量的蚯蚓粪，把合在一起的茄子苗分开，分别埋进土里，用手用力按压土壤，将茄子苗根部与土壤压实，最后再为它们浇一次定植水，就完成移苗工作了。移栽茄子时正值中午，刚好那几天天气突然飙到了25摄氏度以上，所以我暂时将它们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好让它们顺利适应新的环境。前几天只让它们接受到傍晚的阳光。移栽后第20天，由于之前的土壤种植的是荷兰豆，豆科植物拥有强大的固氮能力，因此我还未为它们追过肥，但可以看得出来，茄子比刚移栽的时候长大了不少，一些叶子已经开始呈紫色了。从移栽到这个时候，只需每隔2到3天浇一次水。这个时候，我为其中一盆追施了一些蚯蚓粪，另外1颗则没有追肥。移栽后第27天，时间过去了7天，可以看得出来，2颗茄子的长势没有发生什么区别。虽然之前1颗有追肥，1颗没有追肥，可见种过荷兰豆的土壤肥力也是很不错的。不过随着茄子植株日益变大，且茄子是非常喜肥的植物，这个时候我用之前沤的丙肥兑水，为它们继续追一次肥。第45天，茄子继续快速生长，并且在这个时候开出了第1批花苞。从这段时间起，我们每隔1周在土壤里撒一些蚯蚓粪，每隔3至5天用丙肥兑水浇灌一次茄子，时间均在傍晚时分。第55天，茄子植株又长高了很多，花苞也多了不少，一些花苞已经开出花朵了，而一些花朵已经结出小小的果实了。茄子花属于两性花，即雌雄同花，在有蜜蜂或昆虫的地方
通过昆虫即可完成授粉，无需人工去干预。我的这些茄子就是自然授粉的。如果各位菜友居住的地方蜜蜂昆虫较少的话，也可以轻轻摇动茄子植株，或者用一些专业的工具辅助茄子完成授粉。另外呢，这个时候也别忘了对茄子植株进行剪枝。我的做法是将距离地面比较近，门茄以下的植株和一些老叶、黄叶统统剪掉，减轻茄子的负担。第70天，上半年因为有很多事情发生，常常离开。在第55天至70天这段时间里，除了托人帮我们浇水外，已经半个月没有追肥了。不过好在一阵阵春雨降临，伴随着雨水的滋润，茄子果实都长大了很多。早期结果的枝条，每个枝条上都成功长大了3个茄子。不过这个时候它们还不能采收。这个离地面比较近的茄子，因为被地面顶住，无法长长，变胖了很多，及时将它抢救出来。在这个阳台上，我还在这个体积比较小的花盆上也种植了1颗茄子。由于种植土壤、摆放位置的光照时长都比这2个空油桶的要逊色，因此在同一时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花盆上的茄子长势比空油桶的茄子慢了好几个节拍。第79天，又过1周的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历这么长的时间，我的茄子终于可以收获第一批果实了。第一次采收，先摘7个，还有不少茄子再过几天。再次剪去离地面较近的一些老叶子。第86天，第106天，第122天。茄子进入花果期后，因为上半年我们经常要回我先生家，很多时候不是我爸妈来摘，就是送给住在这里的邻居摘一些，所以不少镜头都没有跟上。但综合我自己采收的果实数量和他们采收的数量粗略统计，2个空油桶加1个花盆的茄子总产量大约为115个左右。比起一些专业进行商品化种植的，可能少了一些，但在家庭种植中可以说算是非常不错的了。接下来谈谈虫害的问题。与网上大部分菜友碰到的情况一样，我的这几盆茄子碰到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红蜘蛛。我的茄子呢，在第一批果实采收的时候便已经出现了。那段时间我除了修剪了一些叶子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它们也没有对茄子的开花结果造成多大的影响。一直到7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连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雨，红蜘蛛开始大规模泛滥，茄子的植株上开始出现了大片的红蜘蛛，结了很多红蜘蛛网，并包住了茄子果实的花萼，我才开始去清理它。我用的方法是用清水冲，这个方法我在前几条视频中有详细的介绍。过了8天后，有一些叶子上有红蜘蛛少量复发。这个方法如果反复使用的话，效果还是可行的。大部分家庭种植的菜友根本的目标都是不想打有毒农药的，所以如果有碰到这个问题的菜友，不妨在红蜘蛛出现早期就立即使用，效果会更加明显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有任何家庭种植上的想法或意见，欢迎在下面留言和我一起讨论分享。也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收看更多家庭种植视频。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